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全新演绎郭靖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符合预期。春节档最受瞩目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就这么风风火火的来啦！作为金庸武侠里程碑的作品，直接开启了射雕三部曲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。从83年 TVB 版的射雕，到94年张智霖、朱茵版，再到内地的张纪中版和之后的几个版本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各有各的拥趸，想要超越经典真的很难。或许是看到了难度，新版射雕才凑齐了神级阵容，国民级的金庸 IP， 宗师级的武侠导演徐克，与顶级流量小生肖战，不仅让几代人的武侠情怀得到传承，更以炫目的视效场面达到了爆燃的效果。武侠片是中国人独有的类型电影，100年中国电影史缔造无数经典之作，但近些年大银幕上的武侠电影寥寥，几代人心中的武侠梦，金庸热好像退了潮。不少年轻人对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江湖世界置若罔闻。如何传承武侠精神成了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命题，徐克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守正创新。新射雕不是曾经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完全颠覆，而是尊重原著精神，把握主要情节，进而赋予现代性。正如电影的副标题侠之大者，从金庸原著中提炼出侠这个命题，内核是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的英雄观。片中的郭靖是宋人，却因江湖恩怨在草原成长，到中原学习武艺为大汉之安，更为守护一方平安。而当大汉的矛头指向宋的之时，又义无反顾地来到襄阳城。郭靖不是为那一方势力服务，而是一种悲悯，对和平的向往。联想如今动荡的国际局势，地缘、种族、宗教的冲突，也许我们这是缺少的，正是站在襄阳城外，那个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郭靖，也缺少那份侠义精神吧。侠不是冷冰冰的大道理，侠是活生生的人，江湖的儿女情长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，是历代侠义之士的传说。金庸的武侠中的郭靖与黄蓉更是如此。徐克真的会写情侠之大者中郭靖与黄蓉没有多少缠绵，更多是错过。桃花岛上，郭靖误会黄药师毒杀江南七怪，迁怒黄蓉，弄清真相，发现寻不回心上人。黄蓉亦是如此，历经艰辛来到草原，发现郭靖与华筝早已定亲。侠之大者中郭靖、华筝、黄蓉没有落入俗套的三角恋，也因三人的侠气。蒙古公主华筝有草原般博大的气魄，敢爱敢恨，不会横刀夺爱。黄蓉更多的是痴情，对华筝救命之情始终感恩，始终隐藏情感，发乎情止于理。郭靖有几分傻气，早早向华筝坦白心意，对近在咫尺的爱意后知后觉。徐克外号徐老怪，在武侠这一类型上不走寻常路，90年代经典的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全然推翻金庸原著，将东方不败这一配角提炼出来，赋予他阴阳难辨的气质，成就一代武侠经典，也惹恼了金庸。如今侠之大者不是全然的颠覆，而是对金庸原著的升华与再造，同样大刀阔斧，直接改编34回之后的内容，把找到最矛盾集中蒙古破金与守襄阳搬上银幕，而前30余回的内容则以郭靖学功夫为线索，丐帮、江南七怪、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故事被串联起来，举重若轻，带领观众走入金庸的武侠世界。
徐克是华语特效电影的先行者。80年代拍摄《新蜀山剑侠》就引入特效龙门飞甲，智取威虎山又尝试 3D， 扛起华语 3D 电影的一片天敌。人杰之四大天王在古装探案中加入怪兽对打，越玩越大。侠之大者选择武侠加特效，呈现出震撼的武打场面。金庸笔下的高手过招，不同于拳拳到肉的武打。降龙18掌、蛤蟆功、一阳指、全真剑法、打狗棍，个个飞天遁的，想象力狂飙。几乎每个人中国都耳熟能详的降龙18掌，在电影中有了最为极致的展现。亢龙有悔，飞龙在天，剑龙在田，神龙摆尾。这些耳熟能详的招式被视觉化地展现出来。影片还借洪七公之口说出了各个招式的逻辑，尤其是隔山打牛在最后大决战中大派用场。更重要的是招式的体现与运用，就如影片的高潮段落，郭靖的降龙18掌对战吸毒欧阳锋的蛤蟆功，双方一个有九阴真经护体内力大增，一个练了假的九阴真经走火入魔。两人对战如神仙打架，欧阳锋缠绕着黑暗气旋，每一次发招如毒刺一般寒气逼人。郭靖仿佛有阳刚盾甲护体，拳脚大开大合，武打招式成为人物性格的映照。招式为实，特效为虚，虚实结合，视觉效果格外震撼。在蒙古的兵阵之中，轻易掀翻数百人，并如超级英雄电影般雷射、瞬移、上天入地，动作酷炫、很燃、很炸。相较于此前的武侠影视剧，侠之大者更能还原金庸笔下的现代场面，同时更具现代性，更年轻化。射雕英雄传：侠之大者是一部有情有义的作品，侠肝义胆，儿女情长，家国大义，江湖纷扰，波澜壮阔的江湖画卷在我们面前展开。电影结束，武侠梦还未完结，片尾徐克改写郭靖、黄蓉的结局。他们没有退隐江湖，而是镇守边关，而华征骑马来到汉的，或将再次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要知道，射雕中重要的杨康、完颜洪烈等角色，电影并未提及，或许徐克的下一部射雕已经在路上了。